所以高晓松，我跟你讲，我们辩论的立场并不是认为门当户对这件事情摆在爱情之上。我们的立场是，当爱情同样的时候，我们比较愿意考虑门当户对这件事情。然后香香，我想问一下，你跟王岳伦算是门当户对吗？看你怎么看。我觉得他配不上你。我觉得他们俩按身高来说挺门当户不，这个门当户对要看你怎么觉得。比如说，你说是衡量这个银行里的存款的数量，还是说爸爸妈妈的工作，对吧？他们的那个出身，还是衡量你的名气大小，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觉得从这几个指标上，他都配不上你。但是我就是爱他呀。啊！我就觉得我们特别配呀。被他赚到了。那我想问一下，你看你女儿今年5岁，5岁，对，再过2年她就要结婚了。谁说？真好奇葩！你女儿几岁了？我女儿6岁已经结了。这么晚才结婚呢？就是，如果她7岁的时候结婚，你会7岁不可能结婚。作为妈妈，你会在意门当户对这件事吗？其实我觉得作为父母是比较在意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话，其实就无所谓的。啊，自己随便。不是随便，就是喜欢就行。对，愿意跟他在一起就行，不会管那么多。但是真的反过来说，我现在是 Angela 的妈妈，那我可能站在妈妈的角度，我可能就会想得更多一点。那如果 Angela 选了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她跟你争取说我就是爱，对呀，那你是不是就让步了？比如她居然有一天选择了嫁给高晓松的儿子，这无法接受吗？高晓松有儿子吗？目前还没有，所以你省去一大危险。但如果他想嫁给的是高晓松本人呢？哇！你做梦吧你！你做梦吧你！人家说了，人家就是爱，怎么办？做梦吧你！人家翁帆还嫁给杨振宁了，人家说了就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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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这个显然门不当户不对啊！高晓松肯定不行啊，这样又说了。哎，你们也没机会了。我们今天讨论的并不是年龄的差距。高晓松跟他的女儿算是门当户对啊。喂！我觉得可以吧？不行，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吧？不是，年龄相差太大。节目结束之后，你好好想想。那个都已经进入老年时期了，对吧？都快进入老年痴呆了。节目结束之后，你好好想想，跟岳伦商量一下。咱们继续往下进行。哎，这个话题必须都说清楚啊，免得你们断章取义剪成宣传片，那我可受不了啊。不过本来你自动放弃吧你。放弃。我们本来就要跟议长大人约好，就是门当户对的意思不包括年龄的差距吧？对，不包括年龄差距，是社会阶级。20嫁给80或者20娶80。不含在门当户对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只是门户之见。是。门户之见。我们刚才看一看现场，本来刚才是56票对43票，我们的 Angela 跟高晓松一举例子，变成57票对43票。讨厌，有一个人在乎了。对，有一个人会在乎啊。好，那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要请2位队长来选择。这次先请康永来选。势均力敌。我可以先选吗？对，你可以先选。这次你终于可以先选。哦，太好了。不会在乎。我在上一场已经表达了。连朋友的恋人只要爱都冲上去了，你说我会表达我在乎吗？那我跟你说对，我在乎。好，太好了。你不在乎你在乎，我在乎。你在乎吗？不在乎。那我在乎。那我们就从少数的反方开始。何潇，你请。说真的。刚把这个辩题拿到手上，我看到我们的持方，看到我们双方的选择的时候，我有一些震惊，或者说我有一些心痛，因为那个简单、纯洁的，像白莲花一样的女孩，我的宝贝，如今竟然选择坐到了我的对面。虽然马东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但是现在我不想辩论，因为我觉得你是也要表白吗？没有。我觉得我现在要对一个思想即将误入歧途的少女进行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宝贝，
宝贝，你看着我，宝贝，你不要躲，宝贝，宝贝，你看着我，宝贝，你不要害怕，你看着我的眼睛，宝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谈过恋爱，但是我有，我知道爱一个人和被爱是什么样的感觉。当爱情来的那一刻，这个世界真的是无与伦比的美好。宝贝，我相信有一天你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男孩，他叫阿明，他没什么钱，但是他非常的爱你，他每天愿意骑车送你上班，他每天愿意亲手为你做你最爱吃的香饼，他甚至每天会把洗脚水端到你的床前。当然，阿明对你们两个的未来也是有想法的，他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终于有一天，他攒够了足够的钱，他花掉他所有的积蓄，买了一枚戒指，跪倒在你的面前，对你说：“如今嫁给我吧。”然而这个时候，原来他会用男人声你音拿起这个戒指，你拿起这个戒指，你突然发现 ，Oh my God， 这个戒指上的钻石竟然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这个时候，你突然意识到，我的妈呀！我跟阿明门不当户不对，我们的价值观也不一样，我们的消费能力也不一样，我们有太多的不同，我们这也不一样，那也不一样。那这条爱的路，我们要怎么继续走下去？就在你的人生茫然失措的时候，你的父母为你介绍一个门当户对的男孩阿凯，你也就为了门当户对这4个字和阿凯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你怎么那么乱呢你？因为有钱，所以任性。阿凯也很爱你，阿凯每天会帮你叫香饼的外卖，他每天会叫司机送你去打工。阿凯知道你爱泡脚，甚至买了一个红外线可以足底按摩的洗脚盆给你。但是这个时候，你已经发现，你再也找不到和阿明当初那种简简单单一起吃苦的幸福了。所以，宝贝，你是一个聪明的女孩，一点就亮，一拨就透。答应我，做回我心中那朵简单、纯洁的白莲花，好吗？答应我，好吗？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我连碰都不会碰他一下，碰他一下，碰他一下，碰他一下。如今嫁给我吧。谢谢大家。哎，我们得了几票了？刚才是43比57，现在得5票，得7票得7票，8票。不对，我乱了，我数学跟倪萍是一样的，你让我算算，将近1个亿吧，现在是。吴京，我知道你想掸一掸，我也想替你掸一掸。泼硫酸我都帮你。你请。宝贝，想想阿明。妹妹。想谁啊？宝贝，阿明好。其实拿到这题目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门当户对应该 care， 因为他觉得我是因为看那个放大镜是吗？放大镜看那个戒指的时候，觉得它不够大，所以我不要阿明。可是除了门当户对，讲的是什么？是结婚嘛？结婚是2个人的事情吗？是2家人的事情。我喜欢阿明，代表我妈妈喜欢阿明吗？代表我妈妈会喜欢阿明的妈妈，我的爸爸会喜欢阿明的爸爸吗？他们都要在一起啊！只要不，所以你们，哎，你们让我讲，你只要确定你的爸爸不喜欢他的妈妈，而他的妈妈不喜欢你的爸爸，这事儿就好办。你看，
大家都没有想过，你结婚不只是你要喜欢对方，你的家人也被迫的在法律上跟他成为了亲家。你们两家人在一起，我没有谈过恋爱，可是我妹妹有。她找了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阿凯，对，阿凯。这样当然理所当然，我们要去他家吃饭。你知道阿凯的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吗？在马来西亚，为了凸显自己地位高，大家一定很肤浅的把头发弄高。虽然我们头发特高，这时候我妈妈又怕，这样我的头发会不会太低？这种小事情也要先比先，就把头发也弄得很高。啊，都变成辛森一家里边的人了。就如果你看他的头发特高，你就知道哦，贵夫人高贵。我们去他家吃饭，他没有开餐给我们，为什么？因为他说不懂我们的口味。你们贫穷人家吃的他不懂是什么，就干脆不上了。叫我妈头发弄得很高，坐在那边准备吃饭的时候，没有饭吃。然后这时候我们本来要称呼他们嘛，我是一个有礼貌的小孩子。本来我想去称呼她阿姨还是伯母之类的，但是他说我是拿督夫人。哇，华人做到最高的爵位。对，拿督夫人，我是拿督夫人，所以我跟我妈要这样，拿督夫人你好。我不 care， 我妹可以不 care， 可是我妈这样子，拿督夫人你好，这是怎样？我们是去上香啊。所以你这时候，如果你是我妹妹，或是你是我，你会怎么想？你还想着阿明吗？阿凯吗？你还想着门当？你还想什么？你只会想到你妈妈。为什么他们要去供奉？所以你可以不 care， 可是你要记得，你结婚的，你妈妈、爸爸也要跟他们交往沟通的。如果门不当户不对，要我妈受委屈，我觉得我宁愿选下一个。让我爸妈不会委屈的。选择了阿凯。我不懂阿凯还是阿明啊，你强加给我的男友。总之，我觉得门当户对这是要考虑的。谢谢。现在这票数是什么结果呀？我方输了是吗？对，现在是这个正方领先69-71，他是从57加到70、71了。是57开始的吗？ 57开始，现在靠近1亿了。靠近1亿了。思达还有表白吗？哎，你不要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好不好？我会生气的。那怎么办？怎么办？那说呗。思达，你真的，哎呀，我真的替你操心。你上一轮你要想包浆浩有没有女朋友，这一轮你要想包浆浩他们家是干嘛的？对啊，所以要听好好说啊。就听完这个缠绵悱恻的三角恋故事，我也有在想了。其实我觉得我嘛，之所以会现在落得一个就是房租水电交不起，没有男朋友，而且欠一屁股账的这个境地，完全是因为我咎由自取了。但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如果真的到谈婚论嫁的时候的话，我觉得作为我这种积极努力向上的大众甜心，应该不管是阿明还是阿凯还是那个谁还是。whatever， 就是都配得上吧，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这个门当户对这4个字放在几十年之前的话，应该可能还有一点用，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社会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这个社会，我们放眼望去一片祥和，岁月静好。那其实我们现在都是本着一种公平交友的原则去自由的恋爱，所以门当户对就是个屁呀。这里的话，我想对我未来的老公说一句，冲哪儿说呢？我可以理解。别搞了，别搞了。啊，那我要对我未来老公说一句啊，就是既然我们茫茫人海中选择了对方，要认定跟对方走下去，我也会认真的履行一辈子无论荣华富贵，无论生老病死都你若不离我就不弃的原则。我相信只要我们够爱对方，我会积极的配合你去处理各种各样今后我们将遇到的矛盾。所以说有爱一切都是 anything is OK。然后另外我还要对我未来的公公婆婆说一句，那其实哪怕现在呢我家境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要向二老保证，我一定会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爱你的儿子，疼你的儿子，照顾你的儿子。我一定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我们携手的努力，把我们未来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相信我一定会做得到的。又表白一回，二老放心，二老放心，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你是今天非把这事儿办了吗？还是怎么？那你不管啊，反正我就要这么说。哎，就这样，对，就这样。真不错，你掰回了5票。好，花溪，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他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叫做爱情和结婚。你爱情你 care 不 care 门当户对，我连你 care 不 care 性别我都不在乎，性别物种你都可以不 care。但今天是结婚，我们家如今也说了，结婚是2个家庭的事情。离婚律师大家都看过，其中有一对那个男主和女主我记不得了，但是他们有一个场景，那个男的出轨，结果被抓包了，然后他们几个坐在一张圆桌上吃饭的时候，从农村来的父母坐在那里，家境非常好的2个人坐在那里。他们不是故意趾高气扬，那2个也不是故意卑躬屈膝，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就是直不起腰来。你觉得这种事情怪谁？难道就是真的因为那2个小孩子的爱情值得父母卑躬屈膝吗？值得吗？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结婚要不要 care 门当户对，结婚还有你爸妈的事情。亲家这个东西是唯一一个不靠血缘的法定亲戚，是你帮你父母挑亲人，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结婚要 care 门当户对，就是说，在追求浪漫美好的爱情的故事的同时，想一想你的父母啊。好，你看，首先呢，我要先确定一下，花信是男人吗？你是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我们可不确定啊。爱上，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一个男人，我要是爱上了如今，他的父母要告诉我说要求门当户对，那作为我应该怎么做呢？当然就是努力，再努力，对不对？不要说这种不雅的姿势。所以我会继续的去配合他的父母，达到他们的要求。但是你会问，如果作为一个男生的角度，我 care 不 care 门当户对呢？当然我不 care， 为什么？因为我爱一个女人，我就应该去给她最好的东西，我去呵护她，达到她想要的东西。如果当我在口口声声说我爱你的同时，请问你和我门当户对吗？我觉得这个不配做一个男人，他甚至没有资格去谈恋爱。好，你问我是不是一个男人好？大家想一下，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它那不叫爱情，是占有。今天如果如今嫁到他们家去之后，他们家嫌弃如今是个马来人，天天给如今给马来西亚人，哪儿简称马来人？自删，就天天给我们家如今气手，把我们家如今这么可爱一个圆润的小姑娘给气成了一个林黛玉。他还说不，我爱你，你千万不要离开我，死都不跟你离婚，我也不 care 门当户对，这不叫爱，这叫折磨，好不好？花溪，你现在还是一个大学生，说些话别光想着火呀！我跟你说，你还是要随口转发一点正能量嘛，没有错。如果我们的女朋友 care 门当户对，作为男人，我们可以去努力。但是你作为一个男人，你要求你的女朋友说，哎，我不能跟你结婚。因为你爹妈没有达到我的标准，你是一个男人，说得出来这话吗？现在有多少看节目的女生对你想爱而不敢爱，仅仅是因为你说了你们的父母达不到我们家的标准。Be a man，OK？、好，如晶，不是你的爹妈达不到他的家的标准，是我也有爹妈，你只想到你爸爸的妈妈，你们3个人怎么这么乱？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总爱用我来做例子。直接站起来说。我也有爸妈，如果我爸妈不喜欢你爸妈，难道我叫他爱上你的爸妈吗？你叫他，我会跟我爸爸说，你做个男人可以吗？怎么看不起别人？真心做不到。好像饼干说的嘛，他要努力。我们看不起的，哎，不是我们啊，我没有啊。看不起的可能是不只是饼干，还有他整个家境。这时候他爸爸70岁了，他还要努力让他的媳妇的爸爸妈妈看得起他。饼干，你的爸爸70岁了，你这样子对他，你说你为了女人，这样他又要忍哦。所以我今天不是不要传递正能量，我是告诉你，在你想着你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想一下养你的爸爸妈妈。刘思达，但我想很现实的问现场的各位女生朋友们，如果说你们的爱人跟你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他突然告诉你 ，Oh my God， 亲爱的，我不能跟你结婚，因为你们家的银行户头上比我们家少了几个零。所以你们这样的男人敢不敢要？你们觉得就说一句，这样的男人你们还敢不敢要？这是因为是不是觉得自己瞎了狗眼爱错了人？这是好，如晶，你稍等一下，来，如晶，你稍等一下，关于刘思达的问题，包浆浩。包浆浩，你先想清楚，你是屁股决定脑袋，还是脑袋决定屁股啊？作为一个有素养的辩手，必须告诉大家，我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他们从头到尾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叫真爱无敌。你凭什么阻止我啊？哇，这个爱情的天雷勾地火，太可怕了。所以一切东西要为了让步。反过来问你们一个问题：
今天你爸妈在想给你创造更优越环境的时候，非常辛苦打拼。你告诉我他们凭什么这么辛苦？到头来你要选择跟谁结婚了，很有可能面临的是你爸妈还要在他们的亲家面前继续低头，继续叫他们什么伯都夫人，继续要把头发梳得高高的。哎呀，我头发比较高啊。那在这样的时候，你选择你结婚的对象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在乎他们？这才是我真正想问凭什么的地方。我来替我方先说2句重要的话，因为我怕耽误时间在这中间，我先把一个重要的方向说清楚。这一方一直在说，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所以碰见了的人，碰见了一个极了的拿督夫人，啊，所以非常生气，碰见了一个极了的对方的父母，但是实际上。门当户对的对双方父母里人的比例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自己生在一个，当然大家说哦，我生在一个很高的家庭里，我见过这样的家庭互相的婚姻里边，那个极了，双方都是大学校长，双方都是大教授，哎呦，那里边那互相的看不上对方等等。我也见过双方都是屌丝的家庭，最后为了让你们家办辆车，这个婚礼到底谁出半拉钱，门当户对啊，都是屌丝啊，打作一团，所以绝不能偷换概念说，哦，就是因为我碰见了门不当户不对的里边那个人，所以门当户对是对的，门当户对里的对方的比例跟门不当户不对是一模一样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2个人爱不爱。这2个人坚定的爱，两边父母都会妥协，这两边父母都会尊敬对方。为什么尊敬对方父母？因为我爱的是我的孩子，只要你们真心相爱，我们就会尊重对方的父母。如果你们俩上来就告诉我说，为了门当户对，我们要跟对方跑，我们不是为了爱情，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门当户对。父母还说了，我就没见过正好准的门当户对。我小的时候，对，真的是。教授还分1教授、2教授呢。我小时候谈恋爱，我妈还给人写封信，说你们家这教授没有我们家这教授高，可不是吗？气得我要死。所以没有准的门当户对。所以刚刚讲的是令堂大人的故事啊。啊，不，我妈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妈那时候脾气比较大。我就是说，不，所有的人的比例是一样的，就看你们俩相爱不相爱，好吧？好，小松的结论就是全是王八蛋。马薇薇啊，高老师，我特别不服你这点，你知道吗？什么意思？我们这边从头到尾说的都不是门不当户不对的人性格差距会特别大，不会。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什么意思呢？哪个阶层都有相应比例的王八蛋，他们百花齐放，种类各异。好，我们说的是。我们尽管王八蛋跟王八蛋相遇的时候，如果地位匹配，大家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和歧视能力是一样的。什么意思？歧视你有钱，我有势，我看不起你只有钱，我看不起你只有势，所以大家撕起来的时候势均力敌，你知道吗？我爸妈不会因为我资源特别少而卑躬屈膝。可是我们可怜的如今，像白莲花一样的如今，给为了不知道你使那么大劲儿拍人家，为了不知道你们那个阿凯还是阿明，莫名其妙的要去给人家上香。最惨的不是那个拿督夫人是个坏人，是她真的是拿督夫人，明白吗？她就算人品超好，她高贵冷艳。他妈妈还是要去上香，因为这就是社会地位决定的，跟人品没关。我说句不好听的，假设我有小孩，假设我小孩那么幸运，能够跟李香女士的小孩在一起，不好意思连累一下你 ，OK？ 好，李香女士人超好，对不对？你们家也不会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可是说实话，我跟他社会地位的差距。不管他人多好，我天然见他矮3分。这是跟性格、跟人品、跟王八蛋种类无关的。高老师，你扭曲的才是这个社会赤裸裸的现实。是你扭曲，是你觉得你就比人矮3分。对，没有多少人像你一样，为什么就比李湘矮3分呢？我跟你讲，这是控制不了的事儿。是你控制不了。大部分人心理素质没你那么过硬。不是，马薇薇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刚刚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好像
不是这个两个相爱的人在结婚，感觉是两个人相爱是两家在打架，就是来拼，我们家有钱，你们家有势啊，我们家怎么样？其实他其实最单纯的，我觉得特别认同这个小松的说法，就父母永远是包容孩子的，只要你幸福你快乐，我愿意忍。那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地位悬殊的问题，那可能家境比较好的人，他愿意把女儿嫁到你们家里去，他也是在一种忍，他只要两个小孩幸福就可以，那你们家有什么不可以忍的呢？所以就没有必要在结婚的时候或者两家见面的时候什么又有什么上香啦，又什么来这一招，我觉得那只能说明两个小孩还不够爱，还不够爱。说得好。我特别开心，我们的奇葩说是90后大部分人看的节目。我觉得作为90后的年轻人的我们呀，还是要稍微注重一下浪漫的。毕竟我们这么年轻，如果一上来就非常世俗的一定要门当户对的话，我觉得我们心里面的一点点已经死了，所以也不应该是太过分关注。如果要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呢，门当户对其实对社会进步非常大的一个阻碍。在过去，比如说非常强大的罗马社会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明令禁止，不允许阻止贵族和平民间的结合，所以这个社会就强大了。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在强大，是因为我们在把这个去掉。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吧，如果真的要门当户对的结婚的话，那周杰伦应该娶的是蔡依林，而现在周杰伦娶的是昆凌，对吧？所以我对门当户对就用蔡依林的歌词来去总结，就是呸啊！好，谢谢。哎，等一下，为什么蔡依林哪波的？不是为什么蔡依林是门当户对，而昆凌不是门当户对？你的这个门当户对的标准是什么？对，这个标准肯定就没有完了。我觉得就是按名声来讲的话，他们两个是比较在一起的，对吧？如果这么去想，那你的意思，李湘跟王彦伦就不门当户对了？没有额外影射，没有额外影射。很多东西可能是你看不见的。对，我真不理解。对，你看不见的。对。我很惊讶，我这一对一直在爸爸妈妈的事情上面打转啊。我印象中的门当户对是包括了自身的教育阶级、文化背景啊。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提到，我很惊讶。可是我的亲身经历呢是我有一些留学回来的朋友，他们的社交范围常常会要招待他们在国外所交往的讲英文的人。所以那一桌聚会的时候呢，就是他为了礼貌，他作为主人，他就是跟这些美国朋友们讲英文。那他的另一半没有受过外国教育，没有受过英文教育，所以他没有办法融入这个谈话中。所以大家都惜伴参加的时候呢，他惜的这个伴是整个晚上都坐立不安的，他只能够干笑。他连别人问他说，那你是哪一年生的？用英文问，那他听不懂，只好回答说是啊，就是发生这个状况。所以到后来呢，他就只好不惜伴参加了，他就自己参加，比较自在一点。事情发生的次数多了呢，他这个伴侣就渐渐觉得被冷落。他的伴侣可能喜欢跟自己另外一群死党一起讲一些粗鲁的题目，不要聊世界大事，不要聊上流社会的事情，不要聊艺术圈的事情，他要讲一些明星的八卦，他要讲这个酒有多好喝，他们只想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不想带他的另一半参加，因为他另一半觉得这些话题很无聊。所以我们所说的门当户对，不必限制在所谓爸爸妈妈那一辈的冲突，而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谈恋爱的时候一切都很浪漫，对，结了婚之后，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的相处都意味着你们会越走越远，还是越走越近。夫妻为什么爱得那么的热烈，可是结婚之后会渐渐的关系变冷淡呢？那是因为他们能够交换的话题越来越少。所以很多夫妻不是不爱对方了，是他们的社交圈无法融入。这是你想想看，你们如果25岁结婚，然后你要到75岁，这50年当中，真是算数不错哈，就是50年当中，你们要营造多少能够沟通的话题，这个婚姻才能够维持得下去。如果双方各交各的朋友圈，会维持得非常辛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是不要往爸爸妈妈那一方面延展，而要往儿女方面这一方延展。你们结了婚之后，要教育小孩。你们教育小孩的理念来自什么东西？来自你自身的教育背景。你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你会怎么样教育你的小孩？如果你跟你的伴侣对于教育小孩的态度天差地远，你们会教得很痛苦。
所以我认为的门当户对根本不用往爸爸妈妈身上扯，就往你们身上扯，往你们的下一代身上扯，就够你们头痛了。这是我希望提醒你们的事情。你们再不加油，就我来跟蔡老师辩论了。就直接吧，就直接。让我说，让我说，让他们先来。不是，其实刚才呢，康永老师说了那么多婚姻会出现的问题，其实就算我们门当户对，我们也会出现，他只是套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帽子，就好像。刚才说，我们说门当户对，有一种情况叫寒门出贵子，有一种情况叫做书香门第，这两个门不当户不对吧？那他们可能教育背景什么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思想可能也在同样的一个高度，但是就是因为门不当户不对，难道你要阻止他们的结合吗？小松吧。OK， 康永哥说的那些我也经历过，对我见到过很多一开始不能讲英文的，但是因为相爱，1年以后我吓一跳。他真的，我还见到我在摄影，我自己的摄影师娶了一个 BBC 的记者，BBC 记者是个英国人。一开始他确实很尴尬，你说的很对，但是他迅速的努力，这些都是爱情是最重要的，这些都是能逾越的。1年以后去的时候，他在那儿谈笑风生，在那里。那如果两个人没有这种真正的相爱，愿意融进对方，即使受过共同教育背景，教育背景越一样，打得越厉害。是吧？俩人都是博士，可了不得了。在这儿说，这客人还没说话，这客人刚说一话题，这个夫妻俩打起来了。说，哎，我也是博士啊！我告诉你，你这事儿不能让人。所以高晓松，我跟你讲，我们辩论的立场并不是认为门当户对这件事情摆在爱情之上。我们的立场是，当爱情同样的时候，我们比较愿意考虑门当户对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是要在天平上面放说你要了门当户对，你就没有爱情。辩论题目不是这样定。不是啊，所以我们辩题目是当我们都有爱情的时候，门当户对重不重要？我们这一方也没有反对门当户对，我们是说爱情。所以你不要再拿每个领域都有王八蛋真心来讲，全世界到处都是王八蛋，所以不能拿这个东西再当理由。好，我们让香香说一说，但是希望她根本不会干扰到你，她只是在发表她的见解。我希望我干扰到他们，好不好？我觉得婚姻也好，爱情也好，不要太在乎门当户对，因为婚姻的不幸，还有爱情的不甜蜜，来源于很多的原因，不仅仅是门当户对。比如我们刚刚说的教育的背景的问题，还有两个人是不是够相爱，能不能经得起一些考验。比如说类似于我们上一期发生的什么爱上朋友的朋友了，这种事情太多了。那不仅仅是单一的归结为是不是门当户对的问题。刚才你们讲的一些什么父母之间发生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好像是我小的时候看的一些童话小说里的一些有钱人家里的那个妈妈就是那个样子，很瞧不起普通人呐，很刁蛮呐等等。然后普通人呢，平民呢，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低人三等的感觉。我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不是这样的去衡量，不简单的用金钱去衡量有很多的方式去衡量你的所谓的门当户对的标准，现在也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相爱的话，真的不要想那么多。如果想的太多的话，也许幸福就从你身边错过了。我最后提醒一件事情我就不再辩了，我纯粹是根据这个刘思达的状态想讲的。我有一些杰出的朋友跟你的条件一样好，然后他们靠着自身的努力获得了别人的认可，他们嫁进了一个跟自己的社会地位很不同的家族里面去。他们当初怀抱着跟你一样的想法，觉得凭我自身的努力，我赚我自己的钱，我嫁进去之后，我一定会受到肯定，我不会受到公婆的歧视。好，他嫁进去之后呢，这些人嫁进去之后分别有一些不同的发生点比方说你有妯娌你有姑嫂。妯娌呢，比方说你嫁这个人的哥哥也娶了一个女的，可是他娶的是一个门当户对的人跟那家人地位非常的相似。然后呢，就发生了这个妯娌就整天在后面瞧不起他就是这个妯娌本身常常就会挑战他的品味也好，挑战他对爸爸妈妈孝敬的程度也好。比方说现在过一个节日，这个嫂嫂这个弟妹好了，这个弟妹拿出来的礼物是一份人参，然后你呢送出来的礼物可能比这差一截，所以那个压力会在。我不是要跟你讲说你不可以嫁进去，我绝对祝福你，随便你嫁。像那个小子他留澳的留澳洲又自费飞到我们节目来参赛，就家里肯定不错的。所以可是那个送礼物的话，老公出钱就好了。
所以就是说，先生应该要帮助弥平这件事情。对呀可是他添了一些麻烦，我只是跟你说会有一些麻烦。我希望刘思达有心理准备，就是有一天他凭着自身努力嫁进了豪门的时候，他要知道还是会有几根箭射在他的背上的，他就要有能力疗伤。我也帮你提醒刘思两句，你嫁进了门当户对的那家里头。也会有妯娌，也一样也会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会发生，是一样的，一样。我也提醒你，我们这节目如果认同你这个标准，就是什么领域都有王八蛋，我们做到这一集就不能往下做。大家相爱就好了，所以说大家相爱就好了嘛。刘思达，我要提醒你两句，你以后再把你自己的故事搁到这个节目现场来，就会变成一个豪门恩怨的故事。那作为一个年轻人呢，我还没有结过婚，那我就说我自己吧。我恐婚，你知道吗？就是我不敢结婚，因为就是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给别人承诺海誓山盟，我们一辈子要坐着轮椅慢慢摇的这种人。而且我身边有很多的人，好像一直困在婚姻里面，可能是我们的老几辈这样子的人。这种故事我觉得不胜枚举，我就说一个事例 ，OK？ 哦，不是事例。一个理论 ，OK？ 为什么我觉得要离婚？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不爱的人躺在我的身边的话，在夫妻之后，我没有办法跟他履行夫妻义务，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他发生性行为。我觉得我活不下去，我一起来，这就是我的看法。谢谢大家。简单直接的陈述，有理有据。王梅，其实我也没有结过婚，但是从我自己感情出发，我是一个女生，我最讨厌我男朋友或者我以后丈夫对我说什么话呢？就是不管什么样身份，说我爱你，但是我对他有责任。不管我是那个你还是那个他，我都觉得非常的恶心。我觉得这种男人说这样的话非常非常的渣。你已经不爱我了，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让我每天和一个已经不爱我的人，我和他一起生活，和他一起睡觉，那其实我和有什么区别？我是免费的，只有这唯一的区别而已。如果不爱我了，不要再对我负这样责任。我觉得女人不需要这样的责任，我们值得这辈子找一个真正对我有感情的人，我们和他过一辈子，而不是为了所谓的责任。我觉得有一些人他要的太多了，他又想要自己所谓的爱情，又想要所谓的责任，其实真的不需要。我们女人不需要这样的责任，而且。当我们碰到这样的男的时候，会有人居然跟我说你超幸福，你有一个有责任感的男朋友，他有责任在哪里？王梅，哎，你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你觉得镜头后面有一个特定的、特指的一个人吗？就是为什么这个节目感觉把这么多人的童年阴影全挖出来了？我是隔着镜头在对某一个人说这样的话。人家讲的是自己的真实故事，就差点名了，多好，对吧？你放心，我一定让他看到这个节目。好。姜思达，你请。要说我和离婚这件事儿有什么关系呢？确实没结婚，但是说实话，我又是，来自一个离婚的家庭，所以没了爱的时候，不应该离婚，似乎有很多牵绊在。有很多人说这个牵绊是孩子嘛，但是就在孩子这个方面，我觉得我有话要讲，因为我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在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从这个小学的在北京夏令营回家我带了一串玩偶。带了一串玩偶，就是分别代表着我的父亲、母亲、我的我姥爷。然后这个时候，我妈看到这个就哭了。然后晚上呢，在这个火锅店里，大家一起吃饭，我爸就问我，他说，这个爸爸妈妈要离婚了，你同意吗？我当时反应非常的快，我说同意啊。然后我爸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那你跟谁？我说我跟我妈。其实为什么会反应那么快呢？因为即便我知道不离婚，他们两个没有爱的时候。家里也是鸡飞蛋打，有的时候他们会互相争吵打架，有的时候就是甚至那种冷战，就是让我心里还是蛮难受的。所以与其这样，不如好聚好散。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离婚的事情太污名化了，把它想得很难听，说我离过婚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人生的污点，但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永远对你的爱是相信的，永远相信你拥有爱这个权利是更值得尊敬的。谢谢。39到54，您挣了15票。
老姜啊，他是来自一个就是已经离异的家庭，那我是来自一个险些离异的家庭。我相信就是其实现在社会上只要是两口子，他就会吵架。险些离异的家庭，对，这个世界上有不险些离异的家庭。对呀，所以我说嘛，就是每个家庭都会有争吵，对，都会闹离婚。而且甚至就是一个常态了，因为我爸妈是就是当时他们晚婚嘛，结婚以后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我为什么叫思达，我不知道姜思达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说，星星的英文是 star， 然后爸爸是太阳，妈妈是月亮，我是星星，所以我叫刘思达。大概4、5年级开始吧，爸爸妈妈就开始吵架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啊，我们家里那么和谐，感觉是个太阳系，应该不会吵架，一直都会周而复始的运转。我是没有那个概念说，相爱的人是会吵架的，因为毕竟小。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吵架，吵得特别厉害，我甚至会怀疑，啊，这爸爸妈妈怎么像陌生人一样，像敌人一样？因为甚至有的时候会动手，我是理解不了的啦。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办离婚，我甚至也像姜思达一样，就问我说要跟谁，我当时很抵触，我说谁也不跟，我说那你们离婚我就去死。小时候比较偏激。然后后来有一天，我记得我是在睡觉，半夜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就过来。突然叫我，马上那个爸爸生病了，妈妈陪他去趟医院，明天早上你自己起来去上学。我当时迷迷糊糊反应了一会儿，反应的时候我就听到门已经要关了，然后我马上爬起来，我就去看，我妈妈1.58米，个子很矮，当时是80斤，因为我妈妈心脏不好，我爸爸1.84米85的样子，然后那个时候还挺壮的，160将近160斤，2倍，我就看见我妈妈，就把我爸爸背在身后。就一步一步往前面走，下楼梯，下了楼梯以后，而且打不着车，我一直跟在后面，我看到打不着车，我妈妈是这样，真的是把我爸爸背到医院去的。你们想象一下，就好像对面的王梅同学背着小松老师那种感觉，那是什么力量啊？我就想问大家，这是什么力量？他们吵架的时候，我以为他们不爱了，他们自己以为他们不爱了。但是其实爱情这个东西就是时有时无，时浓时淡。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爱情这个东西去左右我们婚姻是否存在。既然我们决定了牵起手来走进这个婚姻殿堂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我们一辈子都不要放开手了。不管再大的困难，再多的争吵，我们都要努力往下走下去。我看过一句话说，不管你有没有结婚，可能你是情侣，一男一女在一起，你会有100次剑拔弩张的时候，你会有100次觉得对方是他的陌生人的时候，你会有100次觉得我靠，我当时怎么会跟你这种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有100次说我恨你，我恨你，我恨到死的时候，但这都不是事儿，都比不上有一瞬间我想要拥抱你的时候。既然我们是一个成熟的人，如果你真的爱他，如果他也爱你，那么我们就要结一场永远不分开的婚，我们就要一直往下走，不管有多难，我们都往下走过去。因为爱这个东西有时消失了以后，它根本不是事儿，它会回来的。那么一瞬间走了，他会回来的。我想就是告诉大家所有的人，如果你决定走下去，你就要走下去，不要害怕。翻盘了。刘思达这番话说完了以后，看结果啊，68、69、70、72，哇，刚才是34，现在77，可见我们现场这100位观众是多么心里没底的观众。刚才刘思达在那个讲那个故事的时候，看你，我父亲母亲现在50多岁了，也只有我一个小孩，他们走到现在，我相信他们很早就没有了爱情，但是他们依然有亲情。我妈妈依然关心我爸爸，我爸爸依然关心我妈妈，说明他们还是有爱的，所以他们才走到了今天。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选手们里唯一一个已婚的人士，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刚才大家现在我们这场不是在辩论，我们是在说一些真理，我们说一些生活里的那种常态。其实有一个真理就是，刚才每一个人都说了，包括这个袁姗姗也说到了，就是你所爱的以及你爱的都将，你爱你的都将离你而去，这是一个人生就是这样子嘛。我们的爱情就像也许它是多巴胺的作用，也许它能持续6个月，持续4年。但是它的激情终会消退，但当爱情褪去之后，你剩下的会是什么？你剩下的会是依恋，你剩下的会是记忆，你会是过往，你会是生活的一种习惯。因为像刚才听他们每个人的故事，其实他们很多故事都非常打动我。我刚才就设想着那种场景、那种场面，就算是 OK， 我们没有爱了，但我们已经结婚了。如果有一天这个人从我的生活里消失掉了，
然后我走在这个屋子里，这是我们一起生活过的屋子。然后我打开这个柜子，这是曾经放着我们一起共有的衣服。这是我们一起在这儿躺着嬉戏过的沙发。这是我们一起看过的电视。这是我们一起盖过的一床棉被。甚至这是我们一起养过的一条狗。然后如果我就算没有爱情了 ，OK， 我还可以有我的依恋，有我的亲情，有我的友情，有我的一切的回忆的东西。宇轩，你太太好吗？蛮好的，蛮好的啊，挺好的，挺好的。就你讲的这么真，你讲的这么深情的一个故事，让我瞬间就想问候你。然后思达，你还好吗？没关系。啊，是吗？因为我看你一直在洗脸。因为我觉得，其实金老师说的蛮对的，就是有的时候其实爱不等于陪伴，陪伴不等于爱。但是有一句话说嘛，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好，艾丽，你等一会儿啊，我知道你已经憋得不行了，那个。来吧。首先，我觉得现场的气氛现在有点悲壮，但是我想请问一下，现场我看到有很多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作为一个男生，我现在对一个女生说，我说我爱你，我要对你海枯石烂、至死不渝，你们谁会相信？我说我一辈子不跟你们离婚，你们谁相信？你说我肯定不信。OK， 我也不会对你说。对，是的。OK。我还想问一下现场的男生，就是你们有多少人曾经对自己的女朋友说过这样子的话，但是最后分手了？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恋爱经历嘛。好，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可能刚才我们这一边的论题会让大家觉得我们很冷血，但是对不起，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年轻人，我们不可能一眼就看到我们永远不会失去爱情，在婚姻当中，我们永远不会不喜欢这个人。我们不能够保证，我们不能够放弃国家给我们这个权利，就是离婚的这个权利。本身大家知道，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就没什么权利。所以，我希望告诉大家的说，就是现在所有的女生，如果有一个男生，我拍着胸脯告诉你，他要娶你，我要对你一辈子至死不渝，我永远不跟你离婚，请你不要相信他，他就是一个渣男。最后祝福金老师能够这么早的就遇到他的 Miss Right， 但是谁知道呢？也许我命就不好呢，遇到无数个 Mr. Right， 你还不准我离婚。马薇薇。已经不行了，憋行了。我本来是支持他们的，没想到他那么矫情，赶快坐过来了，怕被传染。人怎么矫情了？其实婚姻是一件特别冷酷的事情。我以为他们要说的观点是什么？是真正相爱一辈子的人是不需要结婚的。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两个都确认我们绝对不会离开对方，我们俩去领证干嘛呀？多9块钱非要交给民政局啊？对。你知道吗？一个人之所以想要去结婚，就是害怕他有一天不爱我了，所以我要用婚姻把你绑住，这才是一个真正合理的反方的观点。结果你们讲了一大堆，说没有爱了，可是我们之间还需要陪伴。我接受不了这个观点，我坐过来，因为这个观点特别容易被反驳。为什么？你没有爱了，你需要陪伴，所以我就需要你一辈子不离开我，养条狗啊！这边都连养狗都已经出来了，来吧。我承认啊，就是我提到陪伴这个事情，确实我这个人就是逻辑很弱，但是我就是情感很丰富。那有多少人凭着逻辑在活着？我们活着不就是图情感吗？况且我还不喜欢。我们是有感情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忠于自己的感觉啊？但是我觉得刚才听完你的故事，我不仅不认为你的父母之间没有爱了，反而我认为你的父母之间是深爱。我说过了，刚才没有爱了，不是说在每天的日常当中你都你侬我侬，就是就什么花好月圆，并不是每一天都这样的。你爱不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心里非常的清楚。甚至说，当你问你的朋友，哎，你说我爱不爱他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艾丽，好了，我想讲一个特别悲伤的故事，能不能给我给个悲伤音乐吗？你站在前面来讲，舆论导向一直在出问题，到前面来讲。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悲伤的故事，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有45岁，
讲完了，这是最悲伤的故事是吧？没有，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故事比女人已经45岁还悲伤。这是不尊重女性啊！这是不尊重女性。好，结束。能给我100个字，就说100个字可以吗？OK。我想说的，对，大家可以数到3、2、1走。这个女人叫做刘思远，她是45岁，她相信一点，结了婚以后永远不能离婚，即使没有爱。但是她和成千上万甚至百万女性一样，忍受着家庭的暴力。她每天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回家以后要去给家里面人做饭，要养孩子。但她的丈夫并不喜欢她，并不爱她。但是他们有一点，先人告诉过她，结婚以后就不能再离了，即使没有爱的话也不能离。就是因为这点，她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过上幸福的生活。她一辈子能这么屈辱着人的，她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予下一代。这个问题的话，不仅仅是我们是一个个案，而是在世界各地都会有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简简单的观点，结了婚就不能离，无论任何情况。所以如果发生在伊朗，我能理解。在中国也有，在中国至少有有数据的有1200万人。我觉得我们想的是，我们既然是个辩论节目，那我们不应该谈的关键是个案。艾丽，你这故事白讲了。我们今天辩论题目不是在讲说，万一你被打了，你可不可以离婚？没有，但就是在讲是没有爱了，所以不能把它推到那么极端。这是没有爱的一个前提，很大的情况。艾丽，你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好吧，如果一定要讲我的故事的话，我不想搞特别悲的故事。我的父亲的话，3年前死于车祸。我爸和我妈天天吵架，从小吵到大。我有个妹妹。如果我自己去结婚的话，我不会去离婚，因为我知道我观点很简单，就是我要是有孩子，我就不会离，因为婚姻不仅仅是2个人的事儿，它是更多人的事情。他有你的孩子在那，你不能那么放弃。我觉得王菲很自私，啊，因为她有孩子在那里，对，她对，所以我觉得，但我不想用我一个人的个例，就是我父亲，我最后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哭得最惨的人的话是我母亲。对，我知道，我是在这边，但我不想，因为我一个人悲惨的案例就让成千上万的人受苦啊，最后就变成了所有的女性就会觉得我打死都不能离婚，然后她就会受到家庭暴力，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思想。我认为啊，我觉得既然我们是其他说，我觉得你应该站中间，因为你其实很难讲你到底是在哪边的啊。好，王梅。刚才思达说的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他。他刚刚说他妈妈背着他爸爸的时候像什么？像我背着高晓松。作为一个女生，我知道我得多爱这个男人，我才肯背起高晓松去下楼梯。他父母之间是没有爱情吗？他父母之间超有爱情。你们没有经历过，或者说，其实你真的没有碰到过父母之间真的没有感情是什么样的情况。当你们2个人真的感情破裂，你病在那个地方，他都不肯去照顾你，他甚至不关心你，他却还想说，我还想勉强的维持这个家庭的时候，这才叫真正的没有感情。而像他这样是有感情的。思达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当你选择要离婚的时候，你要慎重，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还爱他。可是，当你好好想了之后，发现你们之间确实没有感情了，那真的应该离婚。为什么我这么懂？不是因为我离过婚，是因为我清楚的知道，当你喜欢的人已经不喜欢你的时候，你每天想要……行了，你又开始你自己那个悲惨故事了。那个不，我不讲悲惨的故事，我没有悲惨的故事。再给我1分钟的时间，很短。我只是想跟大家说，作为我们女生来说，我们真的值得找到一个真正爱的人，过更好的生活。没有必要觉得好像让这个人照顾我们，让这个人勉为其难和我们在一起，好像是我们最好的归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找到一个真正爱的人。魏明，我解释一下，我说王梅跟刚才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他把自己的理解带入了人家的家庭，人家自己的家庭已经走到了婚姻的边缘，人家自己知道还有没有爱了，干嘛要把你的猜测强加给人家呢？因为非常简单。我们反复两边走来走去换观点，这证明什么？你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观点和队友都无法坐在一起超过5分钟，你怎么能跟一个你不爱的人过一辈子？不，我觉得核心是因为你不用分财产。对呀，你要是从那边走到这边，财产有1半得留在那边，你试试看。刚才王梅你对思达的这个进行的进攻啊，我可以说是。其实正是说了一条，他完全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是你刚才说你最厌恶的那个责任感，那完全是一个出于责任感，我也可以做到这个东西。我是一个大学老师，我的学生有因为惹事儿被警察抓了起来，然后被关了8个小时，
然后我从晚上10点钟在门口等他，在派出所门口，我一直等到早上，并不是我喜欢那个学生，那个学生不是一个好学生，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非常顽劣的学生，但是我不想在他被警察关了8个小时之后出来，第一眼看到的是空无一人的街道。我想让他看到一个他认识的人在陪着他，这就是我责任感。我不可能爱他，我是个直男，他是个男的，还长得不好看，但是我会陪着他。如果一个负责任的人，不管他有没有离婚，他都会尽他应该尽到的责任。责任其实跟感情，其实可以换开来。但是关键是你的爱情如果加上了结婚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相当于你给了对方一个承诺。是你亲口跟他说我要跟你结婚，我要跟你过一辈子的。那如果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话题，说你没有爱就不要结婚这种东西，就我觉得跟这个辩题一点关系也没有。你既然选择了结婚，那你就把你自己履行的那些说过的那些承诺你给做到啊！你不做到，你又结什么婚呢？这根本不用结婚啊！不是，错。我想告诉你的是，没有。我们今天的辩题你刚好说错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刚才康永老师说艾丽的那个例子举得不恰当，我觉得不是。为什么没有爱？因为他打我，所以我对他没有爱。为什么没有爱？因为有人背叛我，所以我没有爱。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说我睡不下去，为什么？就是你都已经身上，你心里面都已经住了另外一个人了，你身上都有别人的香水味，还要我擦掉一切陪你睡，我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绑着人家不让人家离婚呢？凭什么呀？凭什么呀？我们也讨论蛮充分了，你不用发表观点啊，因为你这个正在履行这个回避原则是吧？这个，我只是说这5个选手，你点评一下，你觉得谁比较好？你是中立的、超然的，谁你比较喜欢？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谁呀？对，潇潇是吧？嗯，我觉得爱是一个不应该拿来辩论的事情，这是首先，所以我对这个辩题一直没有发言。所以我只讲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就是1950年我们有了婚姻法，才允许女方提出来离婚。因为在过去中国的数千年里，都只有男方叫妻出3不去，就是女方犯妻案我可以休妻，那只有3种情况下不能休妻，比如说无所归不去，就家里娘家没人了不去，然后贫的时候嫁给你，富的时候可以不去，啊，再有就是雨耕3年丧不去，就是我替你父母守过3年孝不去，女方没有任何权利提出离婚。那我们新中国终于可以女方提出离婚的第1年，因为提出离婚被男方家里杀死的有7万多人。按照刘斯达的观点，杀死他们都有道理，为什么呢？是你承诺过，你不但跟我承诺过，你还跟我父母跪下承诺过，你还对你自己父母跪下承诺过，你还对神明承诺过，你要跟我过一辈子。今天你为什么提出离婚？我就可以杀了你。为什么不能提出离婚？为什么不能？生活在变化，那每个人的成长在变化。丈夫去赌博了，丈夫后来酗酒了，他年轻时候可能是个诗人，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你非要揪着我当年说过一句的承诺？每一个人都谈过恋爱，刘斯达，你谈过恋爱吗？对啊，当你跟人说我永远爱你的时候，那最后分开的时候，人是不是有权利说你怎么回事？你是个骗子，你是个女流氓？不会的，人家不会这么说，因为大家都知道生活在前进，一天一天在变化，每一个人都在成长。你18岁的时候并不懂得人生，到你28岁的时候，你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为什么不能？我说完了。你虽然有回避原则，但是我们还是听懂了。我之所以有勇气站在这一方呢，不是因为你们刚才讲的任何道理啊，你们包括高晓松在内所发言的标准都是，如果没有爱了，准不准离婚？我们没有在讨论准不准这件事情，可以，你们要提出离婚可以，我们在提的是要不要离婚，要不要离婚是指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当我察觉这个婚姻当中没有爱的时候，我的选择是要离婚还是不要离婚，不是准不准我离婚，不是许不许我离婚啊。所以我对于马薇薇刚才讲的这件事情我有意见，就是马薇薇讲的事情说没有爱的时候为什么要被绑在一起？我要讲的是人的自我实现有各种追求。你们在学校里面念不爱念的科目，考不必要考的事情，这都是人生的过程赋予我们的纪律跟要求。
要你完成是要你完成自己，不是要你一定要考会数学、考会英文、考会物理。所以不要误解了责任感对我们自己的意义。婚姻的承诺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承诺，不是一个我们对社会的承诺。所以我们没有不准你们离婚，我们讲的事情是，当你没有爱的时候，你不用吓到像见了鬼一样，一觉醒过来说我已经不爱他了，我要离婚啊！我们在这时候是要鼓励这样子的人说，可以想一下，要或者不要，因为他会去体会我是不是对他还有别的依恋。我们的回忆那么重要，我放弃了这份回忆去跟别的新的人在一起，回忆全部都作废，这个值得吗？回忆有的时候回忆作废了吗？我很高兴你愿意回答我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吗？请回答。我觉得你这个立论就有问题，说那些回忆都很珍贵，为什么不要？没有不要啊，谁说就不要了？谁说离了婚从前的人生就失败了？所以你可以，谁说离了婚从前就那个爱情就没有了？高晓松，你作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你可以靠着你的作品留住这份回忆。可是我若是一个不会创作的人，我可以靠留着这个人，留着这个婚姻作为我回忆的依赖吧？可以吧？如果没有爱了，你留着这个人，还不如你让这个人永远留在你心里，是那个年轻的时候的他，你爱的时候的他，在你心里，对吗？为什么不呢？我们人生的很多事情都不是基于有没有爱而决定的。我们到了最后说老来需要一个伴，这个伴是跟另外一个人的连接，那个依赖。你觉得那时候爱还被放在老人家找一个伴的最高的标准里面吗？恐怕没有。他需要有个人陪在他身边，他半夜起来吃感冒药摔倒的时候，有人扶他一把，替他抱。那有多少老人是最后两个人老来黄昏恋，组成了新的家庭？难道因为这样，这两个老人从前的成长、爱情、年轻的时候付出过的所有的誓言，都是假的，都是错的吗？我想他们的回忆打了很大的折扣，把那些东西都留在心里，而再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呢？是，所以你如果这样子衡量之下，然后你觉得我依然必须要离婚的话，我们这一方当然是同意你必须要离婚的。我们现在只是在提醒你说，不要动不动到学校去一不爽就说我不要上课了，我不要考试了，我要翘头，我要。我们这一方也没有说过一天的冲动就要离婚。你们这方的冲动，今天早上我醒来就发现这个就要离婚。你们这方的冲动是说他醒过来看到这个女人，他硬不起来，他就要离婚。我跟你们，我跟你讲，你知道天底下有多少夫妻看到对方已经硬不起来了吗？就是这是常态，你根本不需要把这当成是一个理由。你不能说硬不起来要离婚，是因为我对他没有爱，我没有欲望了，所以我要离婚。我没有办法再跟他履行夫妻义务了。我相信不仅仅男生有这个需要，女生也有这个需要。那女生如果也不想跟我履行这个义务的话，她也可以离开我，这是一个双方的。我又不是，哎，等一下，亲爱的，我又不是神经病。我告诉你，我们三个又不是心理阴暗，告诉你们，哎，你们两个没有爱，必须离婚。哎，你们爱离不离正儿八经的。但是我们年轻人，我们就是要把态度摆端正啊，我们就是要离婚呐。如果没有爱了，怎么了嘛？潇潇是一个非常的标榜他因为年轻所以可以耍任性的这么一号人物。那我当然只能祝福他在人生未来的处境当中不要出现不同的标准。你祝福我要离婚？我根本不相信你会结婚，你会结婚。我们走着瞧，走着瞧。我年轻秦姐，你来不来？他们两个人可以我们打赌好不好？一会儿做完节目，他们两个人再单聊。他们俩人再单聊。全场观众共同作证，我们打个赌，看看潇潇会不会结婚？结不结？哦，先离了再说。先签离婚证书再结。珊珊。他们的激情好像打断了你的思绪，你请。你刚才说的说老年人我们在一起有一个伴儿，那我觉得他们俩是有爱的，起码他们俩互相关心。但是有时候你面对的这个人，你没有爱了，也许关心都没有了。老师，我有问题。她长那么漂亮，我不忍心攻击她。他还就用水汪汪的眼睛望着我讲这些话，我没有办法反击。您看着他说算。来说，讲到你就恶从心头起。可是是啦，我觉得这个我们站在反方立场，不会蠢到认为说没有爱了还一定要把对方绑在一起，只是提醒大家，责任就是责任啊。人生有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完成了责任感，我们才会同意我们自己是一个受过教育、完成自我训练的人，只有这一点点的存在感而已。一个随着爱情东飘西荡而不尊重这个责任感的人，
我认为到了最后，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自我实现没有完成。所以我站在这一方，我只想提醒你们这件事情，不要那么任性的认为爱是人生的全部，它通常不是。